您既然如此说，那我们便好好说道说道，是谁急不可耐地上了床榻，脱了衣裳？是谁求着对方？那也是你先动嘴，你撩拨的真。凤九言倏然哑口无言了。只当我欠您一个人情，若我能活着回来，你少来这套，没什么能弥补朕失去的清白。凤九言，朕不许你去。您冷静些，都比女人还缠人。他原本也只是情不自禁地吻了萧玉一下，谁料到会弄成这样。萧玉晓得他的脾气，见他流露出一丝不耐，萧玉顿时见好就收，不让凤九言去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朕不与你争。朕让人备水，备一套干净的衣裳，你清洗完身子再走。凤九言没有拒绝。刘世良很诧异，皇上之前就已经沐浴过，怎么这会儿又要水了？还严令任何人不许入内。陈吉比刘世良更诧异，他这伤还没痊愈，皇上说了要他好好休养，暂时不会给他派重活，可突然让他去准备一件男装，尺寸也不是皇上要穿的，这才是着实诡异。内殿浴池里，凤九言穿着里衣，舒舒服服地泡在里面，浑身放松下来，不自觉闭上了眼睛。突然水波晃动，他睁眼便看到萧玉也下了池子。您下来做甚？萧玉没有靠近他，坐在另一边，一本正经道：朕也得清洗。凤九言也洗得差不多了，准备起身让位。突然萧玉拽住他胳膊，把人扯入怀中。朕想请教，男人第二回该是如何的？凤九言瞳孔猝然一颤。你清醒。萧玉听着他这声音，越发的失控。夜深人静时，府房温馨，十分紧急。刘世良是最不能抗他。只见内殿的睁眼紧闭，他刚要推脱进去，突然听到一阵令人眼心跳的声响。人正之后皇上，不是女子，而是男子。皇上怎么如此荒唐？内殿玉宸，萧玉如愿以偿。男性妹子，他为凤九言打下一剑，凤九言一同待在池子里，让他好生休息。那时他就想从现在这么对凤九言。水面剧烈晃动，涟漪叠起，他没有起身，持续了许久。这一番折腾，凤九言甚是疲累，就睡着了。因而他不知道，萧玉将他放到床上，细致地为他擦干净身子、头发，随后艳足地抱着他。1个时辰后，他醒了，寝殿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他一人。身上不着一物，却遍布着斑驳吻痕，腰腿间也有些微不适。床头边放着一套叠得整齐的衣物。萧玉从万寿宫回来时，床上已经没人了。他怅然若失了一瞬。皇上，瑞王殿下到了。宫外，段正一见到凤九言，皇帝怎么说？知道九重塔在哪了吗？忽然，段正看到他脖子上的红痕。你做了什么？那狗皇帝是不是碰你了？与你无关。是为了我哥吗？为了救我哥，你不是。凤九言非常清楚自己彼时的想法，情之所至罢了。皇上，您三思。4日后，凤九言抵达禹城。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还想跟我哥在一起吗？如果想，为什么还要和皇帝做那种事？如果不想，为什么还要舍命相救？吃饭。在凤九言眼里，段正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是以有些话根本没必要跟他说明。这次去九重塔，他仅凭一腔热血根本没什么胜算，生死不定，又何必考虑那么多？但有一件事，凤九言是确定的，对萧玉他是动了心的，否则也不会跟他全了一段露水情缘。对段怀旭，他也愿意以命相救。我不吃了。说完，他转身上了楼。凤九言没有惯着他，不吃就不吃，这点饭菜他还吃不饱呢。不过片刻，对面又落下一道身影。他当时段正那混小子回来了。不是说不吃吗？
怎么认不出了？凤九言感觉脑袋嗡的一下，萧玉，他怎么会在雨城？萧玉看出他的困惑，直接告诉他：“我随你一同去玉灵山。”您疯了不成？坐下来陪我吃点。凤九言二话不说，直接把人带回房间。凤九言刚好关门，一转身，那人就凑上来，将他抱了个满怀。九言，真好想你。凤九言顿感不适地推开他：“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朕清楚得很。九重塔，九重神，说的好听，实际上是那些乌合之众的避难虫。朕早就有心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这次恰好碰上你的事。萧玉，你疯了！他这意思是要动凤脉，那可是国运所在，是萧氏笃信不疑的东西。萧玉动了他，那些老臣的口水都能淹死他。朕清醒得很，朕并非不爱江山。那就回皇城。朕意已决。话落，萧玉直接将他抱起。凤九言心里一沉，你干什么？放我下去！蒙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，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很狠心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不可能相信。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，爱可以相知相许，相依为命，却听天由命。爱可以心有灵犀，动魄惊心，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。深夜，凤九言听到敲门声。苏公子，我有几句话想说，可否方便？苏公子，你是正义之士，也是忠于朝廷之人，我就直说了。来禹城前，皇上已立下遗诏，若他有何不测，便传位于寿王之子。凤九言脸色骤变，遗诏？萧玉可没说过此事，他这次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吗？凤脉与龙脉一样，关乎国运，动九重塔就会冲击凤脉。虽说皇上早有打算摧毁九重塔，然此事需徐徐图之，贸然动手必遭反噬。一来南山王殿下手握重兵，皇上强行攻入，势必闹得要开战，以南山王的脾气不会对皇上手下留情的。二来一旦此事被揭露，皇上的国君之位也将不稳。苏公子，请你务必制止皇上。我知道皇上突然做此决定是因为你。陈吉正直刚硬，他不能看着皇上落入危险中。凤九言想的都是那一诏。萧玉若有10成把握，就不会提前想好身后事。正如他决定去九重塔救人后，就给师父师娘微强他们分别写了遗言。原来萧玉并非如他所说，只是顺便办此事。萧玉是被凤九言逼上死境地，他是做好了跟凤九言共生死的打算。我会想法子。萧玉本就不该被牵扯进来，更不该因此丧命。2天后，一行人抵达玉灵山脚下。来者何人？让南山王过来见驾。是。不一会儿，南山王从山上下来了。他40、50岁的年纪，穿着如寻常百姓，看起来不像个手握重兵的王爷。臣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您以往的所作所为，臣忍了。但是这九重塔关系到凤脉，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。您若一意孤行，那就请恕臣不敬之罪了。来人，请打王鞭。可见这南山王深得先皇信任，难怪萧玉即便对九重塔不满，也得徐徐回之。不过萧玉也不是毫无准备，他一声令下，后方出现一支军队。皇上这是要强攻玉灵山吗？有何不可吗？南山王一脉驻守在玉灵山100年，必然不是光杆将军，他也下了令。不多时，山中就集结了一支大军。凤九言目测了一下，约有5万，这相当于一支边境大军的数量，可见皇室对玉灵山凤脉的看重。萧玉这边只有3万大军，数量上南山王占优势，何况这还是明面上的军队，藏在暗处的弓箭手、暗卫远不止这些。萧玉决意要毁掉这九重塔，既是为了凤九言，也是为了南齐的安宁。所谓凤脉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昏君，你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吗？好，那就别怪朕。突然感觉后颈一麻，他便觉眼前模糊，往前一倒。你对皇上做了什么？王爷，不必牺牲无辜将士，晚辈苏焕请战入九重塔。直到陈吉把皇上送进马车，南山王才放下心来。
你当真想入九重塔？是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3万对5万，未必会输。闭嘴！出乎凤九岩意料，九重塔的守卫者是一个看着瘦弱的女子。请赐教。段正一看对手这模样，只觉得稳赢的。比试开始，那女子率先出征，直攻。陈吉驾着马车没走多远，车厢里就有了动静。停车！陈吉本能的一僵，皇上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苏焕不是在银针上抹了迷药吗？旋即一脚将陈吉踹下。皇上，属下不能看您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凤脉若是被毁，住口！苏焕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也别想活。皇上，那可是凤脉，是国运，是您的皇位啊！他苏焕如何比得上？属下就是犯死，也不能让您回去。3盏茶后，这昏君又要来回塔了，怎么不给他多喂点迷药？萧玉看都没看南山王一眼，视线落在远处，凤九岩正和那12个女子打得不分上下。萧玉知晓，那12个女子是守卫玉灵山的12司命，这2司命收了征，又变回一个人。在下输了。正代乃兵家常事，可有受伤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王爷，约莫4个月前，可有人来此？玉灵山的规矩，不与外人道。苏公子，既然输了，就请离开吧。南山王，朕给你1日，明日若不开这9重塔，朕就将你这玉灵山夷为平地。皇上，这玉灵山是你们萧家的，既是我萧家的地，朕便更要回喽。说完，他揽过凤九岩的肩膀，带他离开。王爷，他刻板得很，明日再来吧。正好你也需要养精蓄锐。萧玉截断他这话。这时，南山王也转身走了。你不是皇帝吗？那南山王凭什么不听你的？把他给朕绑喽，丢得越远越好。是。玉灵山下，一行人直接在此支搭帐篷。晚间，萧玉离开了一阵。朕方才去找过南山王，据他所说，4个月前确实有人赢了12司命，进入了9重塔，而且是8个人。他们坏了规矩，将2个半死不活的人带了进去。凤九岩猜想，那2人，一个是段怀旭，一个就是天龙会教主的儿子了。每人在怀，萧玉心猿意马。黑暗中，萧玉颇为自然地躺在他身侧，从后搂住他。如此姿势，未免太过亲密。皇上，段正带了一名女子前来求见，说是有要事告知。段正带来的人正是冉秋，萧玉也认出，这冉秋便是在道观密道帮过他和凤九岩的张雪。当日编造身份是怕2位不信我，毕竟我是天龙会的人。这次寻来是有件尤为重要的事情，请让皇上您知晓。何事？那日死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主杨连硕，而是天龙会另一位护法。闻言，凤九岩脸色骤变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如何知道的？在天龙会，教主、九王还有2位护法，平日里都是戴着面具的。我曾是教主杨连硕身边的心腹，却也不知道他们面具下的长相。当日教主出关，我们便自然而然地以为那就是教主。但当他死后，我发现他颈后有一颗小痣，那颗小痣我只在右护法身上见到过。他曾经教过我内功心法，所以我对他较为熟悉。起初我还只觉得是凑巧，可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教主闭关修炼，练的便是万钱星法。这万钱星法能吸走其他人的内力，变为自己所有。而那个假教主，他在对战的时候始终没有使出过这万钱星法。有劳冉姑娘辛苦来一趟，皇上，请您安排几个人护送她回去。凤脉的事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萧玉点头，似乎很听他的话。陈吉，安排人手。是。冉秋临走前，特意叫上了段正。那个苏焕和怀旭哥哥是什么关系？你们要一起去9重塔救怀旭哥哥吗？苏焕是孟少将军的好友，孟少将军又是我嫂嫂，帮忙救人，义气使然。段正，不管如何，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，你们最好能找到真正的教主，杀了他，否则我们都会死。你也知道，天龙会对待叛徒从不手软。另一边，假教主既是右护法冒充，进入9重塔的那位护法必然就是天龙会教主。9重塔内关押的恶人，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的罪魁。杨连硕修炼魔功，若能将这些人的内力据为己有，对他大有裨益。加上天龙会已有谋逆之行，杨连硕身在9重塔，定会摧毁玉灵山凤脉。既是这样危险，你还是要入塔吗？是。苏副盟主视死如归，可惜，朕若是女子，今夜就该先留宠，免得没了后。凤九岩试图掰开萧玉的手，他却越搂越紧。他的嗓音又沉又哑，亲吻着凤九岩的耳畔，呼吸灼热。朕知道，朕劝不动你，朕认了。谁让朕
就是喜欢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呢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就没想过，你若是没了，朕会多么痛苦。你呀，为何要招惹朕？为何让朕食髓知味，又不负责？朕真的是想杀你的心都有。与其让你死在别人手里，不如朕。后面的话，他终是说不出口。他是多么希望凤九岩能活着出塔，可这100年来，从来没人能从九重塔出来，这也就罢了。他可以毁了九重塔，强行把凤九岩拉出来。但如今塔里有那魔宫盖世的天龙会教主，凤九岩就是有再大的本事，也无法从那人手里救出段怀旭的。凤九岩转过身，面朝着他：那件事确实是我的错，不该招惹您。但说实话，我不后悔。朕也不后悔，哪怕明知日后会承受许多痛苦，朕也不会。他只恨为什么要有段怀旭。次日天刚亮，凤九岩就再度下了战书。哼，这年轻人不要命了吗？已经能够预判的胜负，南山王没有兴趣再看下去。结果眼前一道劲光闪过，回来小心！我只要结果。南山王殿下，开门吧。玉灵山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擒贼先擒王。皇上不会杀你，我会。你若死了，玉灵山必乱。所以，开门。皇上，这就是您带来的人吗？啊！萧玉此刻也很诧异，他着实没料到凤九岩会直接挟持南山王。好啊，苏焕，你够邪！九重塔，你进他。殊途同归，九重塔要的是奸邪之人，他符合南山王的要求，自然能进。记住啊，九重塔只进不出，你只有5息时间进入，进了塔里，生死不论。凤九岩没有一丝犹豫，持剑冲入。突然，后方一道气流涌入，他一转头，却见是萧玉。刹那间，他脑海中一片空白，只睁大了眼睛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刚才是不是有什么飘了过去啊？皇上，王爷，王上进场，快开大门！哎呀，昏君呐，他进去做甚呢？凤爷，快把塔门打开呀！哼，本王说过无数遍，九重塔只进不出。哎呀，那是皇上，你还管什么规矩？不是规矩，这九重塔就没有出塔的机关，否则如何能关住那些人呢？陈吉只觉一阵寒意从头贯穿到脚底。糟了，皇上出不来了。段正就站在不远处，方才皇帝跟着凤九岩进塔时，他也瞧见了。此刻他还沉浸在那震惊中。那狗皇帝居然就这么进去了，难道不怕死吗？段正突然就明白了，为何凤九岩会跟皇帝好上。一个能为自己拼命的人，谁不动心？九重塔内，两人的视线扫去，只见不算空旷的地方，横七竖八的躺着数不清的尸体。这是第1层。您为何要进来？你知道是为什么？萧玉，你真是昏了头了。谁说不是？我也瞧不起自己，所以你得好好护着朕，好好活着，休想跟那姓段的双双殉情死在里头。等离开这儿，你就是朕的。凤九岩气得呼吸不畅，他哪里有心思考虑这些？推开萧玉，既然进来了，一时也没法出去，还是先做正事要紧。他查看了那些尸体，推断都是内力耗尽而亡。看来那杨连硕已经动手了。他们没给你们吃的？凤九岩不懂这是何意。朝廷送来的案犯入塔时会带上食物。我们兄弟2人匆忙入塔，没有吃食。朝廷已经好些年没送新人了，无妨无妨。一边喃喃着，一边随手抓起地上一具尸体，拽着那尸体的腿上石阶。他们上了九重塔的第2层。4个月前进来的那8个人，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呢，已经是最高层的了。瞧，这些食物都是他们赏赐下来的，虽说不太新鲜了。小子，听好了，九重塔的规矩，只有赢了才能继续往上走。好，就按你们的规矩。在下任六，江湖人称黄渡仙。晚辈求教。我赢了就要你一只胳膊。阿顺，3、4、5。第2局又是人6胜。年轻人，你的肉好嫩呢，真香啊！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这等上好的肉了。想死？还有最后一局，前辈，请。让着你也无妨。
我们就来比小。好，3局，人6开出了3个1，3粒骰子堆在一起，一颗一颗拿下来都是1点。按理说，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小的了。能赢过3个1的，只有摧毁骰子。先说好，碎了骰子，我是不认的。当看到中下的骰子后，众人无一不瞪大了眼睛。3粒骰子没有一粒破碎的，但3粒骰子18个面，所有的点数都被磨平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表面。你都干了什么？老子杀了你！想动他，问问我答不答应？前辈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没有碎头，这个结果您得认。混蛋！行了，愿赌服输，2位请上去吧。萧玉这才松手。凤九言看出这老者才是这第2层的老前辈，说话很有分量。第5层，萧玉要出战，被凤九言拦下。第5层的对手比方才第4层的那个还要难对付。凤九言就像是在和自己对打，这会令人变得烦躁极尽。此时9重塔外，打开入口，喊他们出来不就行了？哼，若有这么简单，9重塔就不叫9重塔了。9重塔的入口并非简单的开关门缝，你们能见到的是外门，里面还有一道门，称为内门。平常这外门关着时，内门便是打开的状态。当外门开启时，内门就会先一步关合，并启动内外门之间的单向万箭阵法，没人能躲过。东方氏精通机关术，去找他。这9重塔便是出于东方玉之手。你说的那个东方氏，若是东方家的后人，说不定真能一试。9重塔内，凤九言仍被困在第5层。我说不是死去一般功力，也不至于输。凤九言这才知道，这些人都被吸去了部分内力，还剩下4层塔，他就能见到段怀旭。但他好累啊。谢谢。不，我很快。萧玉不与他多言，直接将他打晕。萧玉看出他的疲累，再这么下去，还没到第9层，凤九言就会力竭而亡。他低头吻了下凤九言的额头。我知你不需要，但偶尔也要依靠小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凤九言醒来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在第几层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便是萧玉那张冷峻的脸。他身上有好几道伤，手背的伤更是触目惊心。这是哪儿？第8层，上面就是第9层了。我想，大战前我们该休养调整，便寻了个较为安全的地方。你一个人打到了第8层？怎么，朕很弱？我以为你会说几句安慰人的话。你自找的。萧玉眉心微锁，唇角忽然一软。凤九言抬起他下巴，在他唇角印了一吻。就可以不伤心，能不能脱下面具，还可以狠狠心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不可能相信。多谢，但不要再做这种事，你只要好好活着。凤九言，你是知道如何拿捏朕的。他真是一句话叫人死，一句话叫人生啊！我不怕跟你说实话，其实对阵杨连说，我连1成胜算都没有。可我不能不做这事。段怀旭是为了我才落得如此境地，我不能明知他会死，还心安理得的过自己的日子。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但他一块死在这儿，如此也不算欠他的了。可你为何要跟进来？遗诏我已列好，入9重塔，一是为了你。你能为段怀旭死，我也能为你死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2是为了江山社稷，明知这9重塔内有人作乱，我岂能在外旁观？天龙会野心昭昭，这把火早晚要烧到皇宫，烧到黎民百姓身上。与其等着它烧起来，不如在有些苗头的时候就立即将它掐灭，成除一害。哪怕我身死，也是皆大欢喜；败，我亦无愧于己心。最好的结果便是我们都活着出去。杨连说固然魔功盖世，但天下武功皆有功可施法，我们未必会输。这最后1层，先想好对策。他最怕凤九言急于救段怀旭，将理智都抛下了。急功近利乃兵家之大忌。凤九言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不合时宜地想起一些画面，心头微颤。是，我原猜想杨连说要将9重塔里的人收入麾下，但见他手段毒辣，且在万钱心法下完全可以将他们的内力完全占为己有。
怪就怪在，他可以将那些人的内力尽数吸走，为何要留着他们？很有可能，我打探到杨连硕胁迫他们到处开挖，但是不对劲的是，杨连硕没有明确说是什么。这山石峭壁能藏着什么？总不会是宝藏？我晓得他们要什么了。九重塔顶层，教主，来人了。萧玉一脸杀气，他没有任何招呼，直接出招。杨连硕保持着盘坐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凤九岩从后偷袭，一根银针直击萧玉后颈。你为何？话音未落，他就晕倒在地。在下苏焕。苏焕，你还真敢来呀！你可知我们是谁？知道，诸位是天龙会的人。当年灭我天龙会，今日你死定了！杀了我，你们就别想找到宝藏。和诸位一样，苏焕此番入九重塔，是为那南齐太祖皇帝的宝藏而来。但与你们不同的是，我比你们清楚那宝藏具体被埋在何处。倒不如我们联手。事成后，我要一半。一半，可行？教主。但他甫一开口，就被杨连硕一掌挥开。那就说定了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带你们过去。姐妹，我要你亲手杀了他。你们有法子出塔吗？杀了他。宝藏我要，人我也要。苏焕好男色，这人我还没玩腻。杀了他，你们谁再赔我一个更好的玩物？对了，我玩的挺刺激，你们若是受得住，哪怕年纪大了些，我也不介意。带路。杨连硕没有离开第9层，吩咐紫龙王和赤龙王先跟凤九岩走。凤九岩将他们带到9重塔第5层石阶上。凤九岩一个后撤退飞，那些埋伏已久的第4层的恶人们也都迅速涌上来。两人这才意识到中计了。9重塔里的恶人都不是软柿子，他们缺一把刀。现在凤九岩把刀递上来，直到1个时辰后，那两人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。凤九岩从恶人群中指了两人：“你们穿上他们的衣服，扮上。”那些人不服凤九岩的命令，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也为了那所谓的宝藏，暂时得听他的。他们这些人若是没点本事，也不会被关进9重塔，是以模仿一个人，轻而易举。人不足信也，不如驱散第5层的所有人，自己人动手开挖，比较稳妥。他突然发力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朝着凤九岩涌去，气流瞬间形成牢笼，将他困在其中。不想你儿子死，就马上放开他。只见那原本晕倒的皇帝，不知何时竟挟持了他的儿子。他怒然收手，凤九岩没有被吸走多少内力，只是这身体有些发虚。昭儿，几年过去，杨昭仍是10岁左右的模样。放我儿！萧玉挟持着杨昭，萧玉突然将那杨昭往前一抛，正要反攻，刹那间，第5层的这恶人体力都朝着他攻来，随后才看清，那偷袭他的竟是紫龙王和赤龙王。他们再转头一看，苏焕和皇帝都不见了。显然，苏焕哄骗了他们所有人，设下死局。就在石板关闭的刹那，萧玉将他推开了。萧玉竟然选择了上行。萧玉往上层跑，一直跑到顶层。他知道下行的生机更大，但他若是选择下行，凤九岩就没活路了。二来，出了塔就得说服南山王回塔。如果留在塔里的是凤九岩，南山王根本不会管他死活。可若是被困在里面的是他这个皇帝，南山王多少有些顾虑。说到底，凤九岩就没想过出塔后的事儿，他只想着让萧玉活，甚至于他做好了和段怀旭一起死的准备。9重塔外，东方氏是半路被请来的。早在前几天，苏焕问他9重塔之事时，他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可谁知这小子把他给迷晕了，让他睡了1天1夜。里面的阵也被卡住了。他家老祖宗还真给他留了不少烂摊子，他怎么觉得自己现在成开锁匠了？随着轰隆一声，南山王感觉到熟悉的机关启动声，面露钦佩。这东方家的传人着实了不得。陈吉和一众侍卫准备好入塔，突然门里出现一个垂吊着犹如倒挂蝙蝠般的身影，飞速一个荡悠，直接将站在最前面的陈吉铲飞。定睛一看，竟是苏焕。苏焕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皇上呢？王爷请立马下令炸毁9重塔。你说什么？皇上在安全域内，天龙会教主随时会攻上去，所以必须毁了他，马上。那也不行，9重塔一毁，凤脉必断，本王不能毁了这凤脉，事关南齐国运，这个责任别说本王担不起，他皇上也担不起。你们守的不是凤脉，是那些黄白之物，难道那些财宝比皇帝的命还重要？为了说服南山王，凤九岩将宣城宝藏一事说了出来。恐怕就是如此。父亲，众人这才晓得，
这老人是退位的老王爷。方才这位公子所言，我都听见了。太祖皇帝的宝藏还真有可能在这九重塔内。太祖皇帝怎会让我们的先祖收财宝啊？不只是财宝，最重要的是那块玉石碑。您说的是那块跟着太祖皇帝四处征战的玉石碑？将士抓紧时间，立刻马上！理解试试，你们那些大军能否进得来？当本王手底下那些士兵吃软饭的吗？而此时塔内顶层，萧玉见到了凤九岩念念不忘的男人，那人已是脸色惨白，奄奄一息，但那张脸确实是许多女子喜欢的，俊美又白净。说实话，还挺怕段怀旭这时候死的。喂，清醒点。虽说他也希望这人早点死，但就怕凤九岩以为是他杀的。萧玉一巴掌拍在段怀旭脸上，别死，至少别这个时候死。九重塔外，我家先祖既然用九重塔镇压玉石碑，想来太祖皇帝并不希望玉石碑重见天日。凤脉不能断。凤九岩当即摘下脸上的面具。苏焕，前皇后。陈吉嘴上一声不吭，脑袋却乱成一锅粥。东方是第一次看到苏焕面具下的脸，总觉得有些不符合他的想象。他想象中的苏焕应该是丑陋的，否则也不会成天戴着他那破面具。王爷，我乃凤家女。东方氏更是惊讶的连眯眯眼都没了。我与皇上已和离，凤位开缺，凤脉断，这并非王爷和您手下将士的过错。以后和离，凤脉自断。愣着做什么？炸山！几万大军动作利索，将火药和镇天门运送完毕。安全域内，萧玉也听到了这声响，这是在炸山。他的眉眼有了一丝舒展放松，终于要结束了。苏公子，那安全域真的不会被炸毁吗？我东方家留的安全域绝对没问题。当然，前提是皇帝真的在安全域内。他侧头看向凤九岩，他没戴面具，不是他熟悉的那个苏焕。实在没想到苏焕会是女子，还是前皇后。想到此前沈家务皇帝醉酒说他也无其实，苏焕可就在旁边，真不知那时他怎么想的。这女人，哼，真是心狠。九重塔一毁，玉灵山断成两截。挖石救皇上，其他人统统杀了。还有我哥也得救，这里有动静。皇上，皇上，您还活着吗？臣这就救您出来呀。先把他救出去。这个他指的是谁？凤九岩和段正都清楚。昏君，这个时候你还要救谁呀？啊，当然是你的命最重要。萧玉坚持先将段怀旭送出去，因为这人看着随时都会死，他可不想费这么大周折弄出个死人出去，也不想让凤九岩误会是他偷偷弄死了段怀旭。哥，段正激动落泪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怀旭。段怀旭露出一抹温柔笑容，好似暖阳洒落。阿言，啊，皇上！陈吉一声惊吼，凤九岩迅速回头看去，旋即身体不受控制的奔去。皇上怎么了？安全翼出现缺口，皇上被乱石砸中了胳膊。这没事。快救人！平衡一破，安全域也要撑不住下线了。片刻后，萧玉终于被救出，他的胳膊处被压得衣服和血肉模糊。多谢你。突然，萧玉不顾在场众人，抬起那并未受伤的胳膊，大掌扣住他后腰，将他带进自己怀中。朕不欠他的了。四目相对，凤九岩看到他猩红眸中的强势战友，旋即他用力抱住他，恨不能就此将他融入身体里。南山王愣了，若非大逆不道，他简直想扇着昏君。是方才被埋得不够深吗？竟然还有闲心搂搂抱抱。不远处，段怀旭看着这一幕，如玉的眸子一愣，旋即好似琉璃碎裂，散落一地狼狈。哥，他是喜欢你的，是那个狗皇帝，那狗皇帝不是人。什么时候亲热不好，非要当着他哥的面？狗皇帝就是故意的。南山王府就在这玉灵山中，众人先行下榻在王府内。院子里，苏焕，哎呀，你还是早做决断的好。凤九岩心乱如麻，下一刻他站在廊檐上，左右为难。偏偏这萧玉和段怀旭的房间紧挨着，他似乎先去哪儿都不好。我哥吐了好多血。皇上，属下斗胆多嘴，您这么做不值当。苏焕他这会儿去了隔壁。无妨。说话间，他眼神晦暗，左右那段怀旭活不久了。隔壁屋看着他，
凤九言想起许多往事。初次见到他时，便觉他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。面对那些士兵的戏谑调侃，他毫不脸红，总是温和以对。他身为军医，总是格外耐心。他当年就是喜欢他身上那股岁月静好，和他待在一起，他总能平和下来。身份和过去，他无从选择。凤九言喜欢一个人，从来只看当下。喜欢过他这件事，凤九言从不后悔，也无怨。以后会好的。阿言，小心教主，他是为了复国。杨莲说他是镇国后人。别说了，养伤要紧。屋外，没几天活头了，他的身体从里到外烂透了，只能尽量让他走得没那么痛苦。没有医治之法吗？无力回天了。皇上让我转告您，不用担心他的伤势。那位段公子情况不大妙，您可以多陪陪他。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惹出这种事。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这么苦大仇深的？旧情难忘，新欢难起，人之常情。男人可以3妻4妾，你也可以啊，当然得让他俩同意。要不我帮你去劝劝他俩，毕竟我是男人。少给我添乱。眼下我最担心的还是杨莲硕，他武功高深，就怕这山崩弄不死他。的确。晚间，怎的你来送药？我闲着。他好似那大度的正房，看出凤九言忧心忡忡，反而劝慰他。我没有大碍，不用觉得我这儿非来不可。段怀旭如何了？您何时回皇城？怎么，闲着碍事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国事为重。怀旭说，那杨莲硕是陈国后人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国。想来他盗取玉石碑，也是为了征战之用。萧玉眉峰一脸，怀旭，他叫的可真亲热。如此密事，段怀旭又是如何知道的？他那个弟弟为了救人，折服于天龙会，朕是知道的。段怀旭呢？他和天龙会当真没有半点关系。他也曾是天龙会的人。如此说来，他当年接近你，便是蓄意而为。你早就知道，凤九言，你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男人去犯险。他骗了你，你却对他难忘旧情。你人比人气死人，他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有无尽的怒火。他时日无多了。所以呢，就因为他快死了，他对你的欺骗你都可以不计较了。他自然是在意的，他想要的感情从来都是真诚以待，不欺骗，不隐瞒。凤九言始终活在段怀旭为他死的愧疚中，所以对段怀旭他喜欢过，怜惜过，也埋怨过。他只希望段怀旭人生最后一程不要留下遗憾。萧玉沉了沉气，晓得凤九言心里有成算，不再多言。段怀旭时日无多，他等得起。眼下他要做的就是不能将凤九言推远了。好，你如何做，朕不干涉。你来干什么？莫不是趁着凤九言不在，想弄死他哥？阿正，休要无礼，你先出去。他就是在场也无事。朕接下来要对你说的，不怕被人听。是。朕知道你是段家后人，段家谋逆被灭门，你们兄弟二人侥幸存活，已是上天恩德。凤九言是朕的皇后，是前皇后，你们已经和离了，天下皆知。萧玉冷睨了他一眼，懒得反驳解释什么。看在他的情面上，朕赦免你们兄弟二人，从此你们脱离贱籍，恢复清白之身。段正有些许意外，暴君有这么好心？等等，不会是为了让他哥放弃凤九言吧？多谢皇上，不只是此事，还有此前您在九重塔内救下。朕与你素不相识，救你只是为了九言。这5年之约，朕也听说了，难为你能做此牺牲，但朕对他的感情不比你少。眼下朕也由衷盼着你能得到救治，别整日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惹得他难过愧疚。段怀旭点头，垂下的眼帘后，眸光黯然破碎。他又如何舍得阿言难过？只是他这身子实在不争气。皇上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段公子，这大夫是连夜从城里请来的，还有这婢女。皇上，您实在不必如此。这么做，朕能安心些。他离开后，段正口不择言。哥，他就是觉得对不起你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。段怀旭的双眸如同死水，突然一口鲜血呕出。哥！另一边，玉灵山，昨夜可有听见任何动静？暂时没有，依本将军之见，苏公子别着实是多心了。那么高的山头崩塌，不可能有活口的。未必，皇上说过，
炸山之时，杨连硕身处顶层，那他的生还可能定比下面几层高。何况他内功高深，定能用真气护体。总之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今日起，你我轮流值守。成，辛苦点没什么，就怕真让那杨连硕逃出来。怀旭，我会照顾好阿正，天龙会已经铲平，不会再有其他事，你放心。我真的很想和你白头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，可我总想着，万一还能在死前见你一面，那便是上天眷顾。阿言，谢谢你，在我最后的日子陪着我，照顾我，我心满意足了。我也知道我不够聪明，总是自以为是的，我的爱太沉了，不洒脱。当年我考虑不周，让你承受了太多痛苦，对不起啊，阿言。怀旭，让我最后送送你。这时，段怀旭的视线越过他，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男人。皇上，我有话对您说。有什么话说？阿言他脾气硬，但心软，请您包容。他其实嘴笨，不晓得哄人。我与他在一起不到1年，从未毁他清白身，请您不要因此误解他。阿言是最好的姑娘，她喜欢自由。若是哪天您不要她了，请您放她自由。可我希望你们能白头。萧玉本想来看段怀旭怎么还不死，眼下却因着他这番话陡然镇住，并诡异地生出一股自惭形秽之感。段怀旭直到死还在护着凤九言的清白，却不知他早已与凤九言有了夫妻之事。凤九言听着段怀旭那些话，想起两人的过往。初见时，他也是意气风发。救治伤者是医者职责所在，邵将军，我不怕危险，请容许我一同前往。定情时，月光洒落在他身上，他笑得如同纯真的孩童。阿言，我真高兴。成婚前试衣，他看着凤九言换上嫁衣，竟落了泪。我的阿言，我怎么配得上你呢？看着他出气多进气少，凤九言的眼泪悄然落下，气绝了。哥，段怀旭死了。其实他早已油尽灯枯，这些年他能强撑着，就是为了守住那5年之约。尸体火葬，把骨灰葬在北境，那里是他哥一生最快乐的地方。萧玉也在场，他的视线始终在凤九言身上。他要说一点不介意，那是假的。段正，为什么怀旭哥哥会死？他不是被救出来了吗？他不是都被救出来了吗？是不是谁杀了他？是不是有人杀了他？你说呀！段正忍无可忍，直接扇了他一巴掌。你还问为什么？我哥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当年要不是你告密，天龙会能把我哥逼到这个份上吗？凤九言的瞳仁倏然一颤，当年的事情，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是吗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你嫉妒我哥和别人浓情蜜意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只是不想看着他迷途深陷，我也没想到教主他们会这样对他呀，我也没有料到啊。是你，说到底是你害死他的，是你勾走他的心。他那么受教主器重，他是教主的养子，他本会顺利成为护法的，都是你。他竟现在才知道，凤九言既是孟少将军，也是苏焕，否则早就杀了这女人，早就。陈吉，让他滚。是。皇上，大事不妙，那杨连硕真的逃出来了。玉灵山守山的12司命出手，结阵困住杨连硕。此时，杨连硕认出了萧玉，更认出了孟行舟。不换，少子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务必要你性命。可惜你没看到，他被丢进大火前有多么害怕。他跪在地上求我，说他再也不敢胡作非为。他还给我磕头，但我一把拎起他，我将他的脑袋摁在地上，他痛得大哭，他还喊爹爹。杨连硕听着这些描述，已然胸口发闷，气息不稳。他让手下欺辱了那无辜女子，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让人轮番欺辱他，他叫的比那女子还大声。夺月石碑，你想复国，可你复的哪门子国？你去看看天龙会还有人吗？他们都死了，你儿子也死了。万钱兴法，杨连硕，你就是为了练这邪功做不成男人了吧？住口！
你那废物儿子又矮又丑，心术不正，你还要费心救他，是因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是你唯一的血脉。杨连硕，你堂堂大教主真是可悲。你的妻子呢？你妻子一定跟别人跑了，否则你们怎么只有一个儿子？他当年若是多给你生几个，你也不至于守着一个丑儿。你当年若是多收几个女子，也不至于只有这么一个废物儿子。怎么，你不想要其他女人，是因为你不想吗？还是你压根就不行？你那废物儿子当真是你的种吗？住口！杨连硕的真气变得不稳，破空斩，10几股力量同时攻来，杨连硕本能的运气，旋即使用真气的力量将他们尽数震飞。然而此时此刻，杨连硕正抱着脑袋发狂的嘶吼，他的头好痛，好痛。不过片刻，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苏焕，苏焕，他儿子真不是亲生的。一旁的陈吉不合时宜的冒出一句：“可能他妻子丑，再丑也瞧不上他，否则怎么只给他生了一个啊？”萧玉侧头看了眼凤九言，他以后至少得给自己生2个，这样别人才知道他心悦自己。凤九言不晓得萧玉心里想的什么，否则一定给他一记白眼。他此刻冷着脸盯着那杨连硕，后者正在发疯，谁都不敢上前，他也没把握。放箭！南山王随之下令，眼看就能射杀这大魔头，突然四周炸开白色烟雾，全城搜捕杨连硕，死要见尸。是剑气所断。南山王府看着那些归来的人，段正满脸恨意地问：“杨连硕死了吗？”又见凤九言昏迷着，被萧玉抱在怀里，他面带急色：“他怎么了？是被杨连硕生的吗？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骗他？滚开！”萧玉眼神沉郁，他直接抱着凤九言回屋，准备亲自为他运功疗伤。段正心中不安，还是东方氏告诉他：“放心，苏焕命大，死不了。可惜还是让杨连硕跑了。”深夜，雨城城外，我告诉您九重塔的位置，是因为您想救赵表弟，可您为什么要招惹朝廷的人，还有皇上？闭嘴！您现在作何打算？安排人送我去北燕报伤。好，但是我也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你想毒杀其身？我的好外甥女儿，你身上流着的可是我们陈国皇室的血，这是你的命。翌日，你受了内伤，多加休养才能痊愈。派人去搜捕杨连硕了吗？可有什么消息？至今还没有线索。既然起了，就先用早膳。杨连硕身负重伤，先不其他风浪。隔壁屋，你怀疑我？段正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。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杨连硕死，我怎么可能安排人救他？你出现的如此凑巧，敢说不是一直在暗中窥伺？以前你说你想救我哥，可我哥真正需要你救的时候，无论是这次九重塔，还是天龙会攻打皇城、五阳山失守那次，你都没有出力。我怀疑你根本不是真心想救我哥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在吵什么？这个女人，我怀疑她接近我们没安好心。杨连硕很可能是被她救走的。昨日我也在岳灵山，我跟你们在一起。杨连硕被救走的时候，我被他打伤倒在地上。即便不是你，你也有其他帮手。你不信我就算了，但是怀旭哥哥的骨灰，我是一定要分走一半的。你尽管试试。他简直恶毒不讲理，拿走一半骨灰，岂不是让他哥下葬都尸骨不全，在九泉下不得安宁吗？我只说一次，滚！段正，你等着，我日后必取。他的武功如何？他是右护法的亲传弟子，武功仅在2位护法之下。冉秋这人神出鬼没，我真怕还没到北境，我哥的骨灰就被他抢走了。我会与你一同北上。一来，他也想确保段怀旭安然下葬；二来，他本就打算解决完九重塔一事，就回北境看看微强和师父师娘。你要回北境？萧玉望着眼前来与自己辞行的人，胸口堵得慌。他本想着九重塔的事一了结，凤九爷能和自己回皇城。你不会回来了是吗？凤九言，你怎能这样对朕？是因为段怀旭临死前那些话吗？你是觉得朕比不上他了？他一死，你的心就偏向他了？我去北京，不全是为了段怀旭。非要朕放弃皇位才行吗？好，朕不怕跟你说实话。若是为了大义赴死，朕可以立遗诏，可以上位；但若是为个女人放弃江山社稷，这不可能。朕不会为你一味妥协，低到尘埃里。我去北京，更是为了微强。萧玉蓦地一怔，微强，凤微强，他不是死了吗？难道他的尸体也被葬在北京？微强还活着，我暗中将他送到了北京。他自从经历那些事后，神志始终混乱不清。原本我早该回北京陪他了。萧玉听到这儿，紧绷着的心绪稍微放松下来。竟是这样吗？
我以为你要一去不回了。那么，你何时回来？归期不定，您不必等我。你这是何意？原因有二，其一，微强何时能痊愈，我并不笃定。乔莫害他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，是以我不可能舍下微强，毫无负担愧疚的先满足自己。其二，你我之间的感情要如何处理，归处在哪儿，我尚且没有理清。激情过后总要顾虑现实，他的心智没有变，他愿意做个身无长物的游侠，也愿意入军营保家卫国，甚至是和微强饮食而居，陪着微强慢慢变好。可唯独不愿做那被困于深宫的皇帝的女人。现如今他和萧玉心中都有彼此，能维持这份恩爱宁和，但情爱过后还能剩下什么呢？或许有解决之法。我可以为你连命都不要，你就不能为了我试一试吗？3个月为期，届时不管我是如何决定，我都会告诉您。东方氏只是打了个盹儿，一起床才晓得苏焕已经走了。凤九言离开后的第二天，萧玉也启程回皇城了。东方氏则选择继续行走江湖，做个闲散人。就这样，冉秋成为新一任武林盟盟主。武林盟的定制，他撇弃了沈家务，选择在五阳山建造总舵。阿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宋离站在远处，头一回看见凤九言的脸，苏焕可把他骗惨了。多谢了，宋兄。苏兄弟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后来从宋离口中才知，微强虽然恢复了记忆，是因为选择性遗忘了那段痛苦的经历。我已下定决心，非蔷薇不娶。早前我已经写信告知了家中长辈，他们并没有反对之意。你是实话告知吗？他们知道微强无法孕育吗？我没说，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非说不可的事情。成婚之后，我可以说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不能生育。2个人在一起，基石得坚固。以欺骗铸造的基石，能撑着你们多久？苏焕，你是走一步看3步的人，这并不好。但感情之事上，所求的不正是当下的承诺吗？晚上，阿姐，我身上为何会有这些伤痕呢？我问彩月，彩月说是摔的，真的吗？出家前，你给我来信，说你不想嫁给皇帝，于是我便带你逃出了凤府。父亲派人一路追你，从马车摔下，滚下了山坡，全身上下都被乱石和树枝划伤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阿姐不要自责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真的喜欢宋离吗？我只知道我愿意和他在一起，看着他我就会快乐，见不到他我就会心烦意乱。将军府，凤九言将微强和宋离的事告知。他们若是相爱，那哪怕是用尽手段也是拆不散的。宋离我见过，是个有担当的，微强跟着他不会受苦，我更担心你。师娘，不瞒您说，我眼下的确是遇上这难关了。他便将自己和萧玉的事情统统说了。你和他已有夫妻之实，我倒是觉得不妨看看皇上怎么做。你已将问题摆上，他若是想要你，必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只让你一个人面对这困境，他才坐享其成。我跟你师父悉心养育你，是要你成为翱翔的鹰。你要寻的，哪怕不是能陪你一同翱翔的人，至少也不能把你往下拽，甚至剪了你的翅膀，将你困在笼中。而你，我的孩子，你也不能待在原地。你现在该想的，不是他为你做了什么，不要在感激和愧疚之下做决定。你得想一想，你是否心悦于他，是否愿意跟他过日子。你且不要把他当作帝王，就当作一个寻常男子。至于剩下的难关，只要你们2人齐心，没什么不好克服的。皇城9重塔一毁，凤脉断，玉灵山便用不着那么多守军。萧玉下旨，命南山王率领兵马转至边防较弱的西境。旋即，他又召大臣拟旨，这圣旨事关后宫，他一出，河宫震惊。孝贤宫，宁妃这儿聚集着众妃嫔，七嘴八舌。宁妃姐姐，那事儿是真的吗？皇上真要赶我们出宫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宁妃姐姐，您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出宫。能出宫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吧？主子，您怎么把我给忘下了？还真是，他怎么把500忘在庞城了？主子，您让我在庞城打探，我查到庞城确实有许多天龙会余孽。奇怪的是，随着那新盟主上任，这些人都被转为金莲派，颇有换汤不换药之嫌。哦，并且您知道吗？那新盟主就是曾经的天龙会弟子冉秋。我儿宋离何在？凤九言这才晓得，此人是宋离的母亲。逍遥居内，宋离牵着凤微强的手，一起拜见宋母。母亲舟车劳顿，不如先去厢房歇会儿。还未成婚便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
我与蔷薇已经定情，在我心里，她便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妻子？宋离，你的礼义廉耻都学到何处去了？无媒无聘，你娶的什么妻？母亲，我夫人说的是，您确实该好好管自个儿的儿子。你又是谁？我乃魏强的兄长。既是兄长，为何能容许令妹婚前与男子纠缠不清啊？的确不妥，是以我与夫人一样，特来止损。小妹，先跟我出去。阿姐，你也不同意我和宋离在一起吗？这要看宋离有没有本事娶你。我的妹妹应当3媒6聘，风风光光的出嫁。若是宋离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我如何放心将你交给他？阿姐，虽然我喜欢宋离，但我听你的。正厅内，宋离态度决绝。母亲，我和蔷薇真心相爱。宋夫人脸色沉静。起初你来信时，我的确为你高兴，能寻得一心爱之人不容易，但你对他的身世3缄其口，我跟你爹便坚决不对劲儿。朝堂上，皇上，后宫嫔妃本就稀少，您怎么还要削减呢？皇上，您膝下无子，该充盈后宫才是。如今这是反其道而行，乃大错呀！宣城之乱源于军饷。镇平定叛乱后，为了安抚军心，从国库拨了一笔银子过去。但不患寡而患不均，此消息不胫而走。各方军营一听，也都上书向朕哭穷，要军饷。你们说，朕能不给吗？朕一下拨出那么多军饷，国库空乏，是不是得节流？既要节流，朕削减后宫妃嫔，允他们出宫再嫁，可有不妥？皇上，道理不是如此。哦，若是不如此节流，众位爱卿，你们是愿意自检阅俸吗？这话一出，许多官员都哑巴了。皇上，慈宁宫来人传话，太皇太后告诉皇祖母，朕分身乏术。是。万寿宫，太皇太后气得心口疼。皇祖母，您别急，皇上向来顾全大局，正如之前颁布和离令，此次肯定也是为了。你用不着为他狡辩，哀家瞧他是铁了心要做和尚了。这都几个月了，他临幸过后宫吗？皇祖母，其实臣妾知道皇上为何要这样做。皇上好像喜欢上了一个男子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是一个江湖中人，名叫苏焕。皇上曾为了救他几度赴难。那苏焕颇有本事，甚至夜潜皇宫，那晚紫晨宫叫了水。荒唐啊！他怎能如此荒唐？皇祖母，眼下可千万不能直接问皇上这事儿，他必然不会承认的。那个苏焕，哀家必要他死。2天后，宫中设宴，参宴的只有皇上和众妃嫔。圣旨已下，朕不强行驱逐你们，但出宫的机会就这一次，不出宫的，朝廷会养你们终老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众妃嫔看向彼此，皇上这意思，留在宫里也是得不到圣宠的。宴会过后，你要赶我出宫？不，我不想出宫。我说过我会守着你，还有皇祖母，我舍不得皇祖母。朕若是需要一个女人来守着，要那么多侍卫做甚？慕容兰，你做的已经足够了，后半辈子为你自己活。你若不舍得皇祖母，可以与她一同去玉阳山礼佛。慕容家，我回不去的。您不是知道吗？我的亲娘是我爹的外室，我爹厌弃了她，也连带着厌弃我。我从小就不被看重，世家大族的女儿，就没有被送去外面习武吃苦的。若不是遇见你和瑞王，慕容家永远不会承认我。皇上，请让我留下。我若离了宫，日子必然不好过，我会被我爹随意的嫁给别人。他向来卖女求荣，求你别赶我走。萧玉到底是顾念往日情分，于是他再没强逼容妃出宫。凤家，这逆女，她怎么敢？凤林，你怎么敢骗我说女儿死了？我的魏强，他竟一直在外受苦，你不配为人父，为人父！凤父被打得一懵，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发了狠想将他撕碎的女人，是自己那个温柔贤淑、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妻。你发什么疯？吴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只觉得凤夫人这一巴掌还不够，应该再打几个。另一边，漳州宋家，宋离跪在地上，背后已是鞭打的伤痕累累。父亲、母亲，请你们成全，儿子必要娶魏强为妻。棍棒之下也会出不顺之子。继续打。父亲，您就是打死我，
我也要去围墙。你以为你瞒得住？为父早前接诊了一位皇宫来的官员，围墙，凤围墙，她是凤家女，是皇上的前皇后。李子，你枉为人子！这话一出，宋母愕然愣住。那女子竟是前皇后？宋离也怔住，没想到父亲竟然知晓了此事。师父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张启阳比凤九言记忆中高了，壮了。将军准我1天假。师父，这是徒儿孝敬您的。师父，这酒是我打呼隆部时从他们主帐抢来的，这呼隆部最会酿酒了，可惜就这么一坛，将军要我都没给呢，就留着给师父的。徒儿长大了，该说媳妇儿了。若有心仪的姑娘，可要早些跟师父说，师父给你提亲。师父，您说什么呢？1个月不到，他们抵达北京。次日，宋兄神医之名，本官久仰。冯大人客气，我知你是为了犬子和令千金的事情而来，但可惜啊，我们2家无缘。宋兄，你莫急着做决定，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如何呀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宋父没有拒绝。随后，凤父便说起双生子替嫁之事。介绍一下，我的大女儿凤九言。如你们所知，我的危墙命苦，遭奸人所害，身体受损，没法生养。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糊涂，让他姐姐替了嫁，还把危墙送到了外面。多亏你们的儿子心善，他救治了危墙。宋夫人看着冷漠，实则于心不忍。那姑娘竟经历这样多的苦难，着实不易。其他的暂且不论，但是这没法生养。我们宋家，我们都是做爹娘的，你们的顾虑我理解，但是危墙真是个好孩子，只要能让他如愿，你们哪怕是你们给宋离纳妾，我们也绝无二话。哼，我的女儿不至于如此委曲求全，不嫁就不嫁，我养她一辈子。据晚辈所知，宋家单传，所以才显得子嗣尤其重要。晚辈有一解决之法，听闻宋大人制有保胎神药，可稳孕妇胎相。既如此，您2位可再生一子。女儿家家的，你还管起别人生儿育女了？赶紧走！夫人，我方才那话并无任何羞辱您的意思，终归到底是想说明子嗣一事并非没有解决之法。可若是拆散一对有情人，您的儿子只怕会痛苦一生。相信您比我更了解您儿子，他这个人执着得很，认定谁就是一辈子。夜里，宋父醒来时，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捆绑在床上。凤姑娘说得对，子嗣的事儿不难解决。父君，为了我们的儿子，该你受点累了。夫人，你难道想……不，这不可以啊！我去看过儿子了，他身上那么多伤，那是你亲儿子呀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？你想要子嗣成，这里这么多女子，你想要哪个？或者全都要？夫君，夜长得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夫人，你清醒点啊！宋家不纳妾，宋家子弟也从来不拈花惹草，他怎么能这样对自己？劳烦你们今夜好好伺候我家老爷。是夫人。他甚至还加了些助兴的香料。不，夫人，我允了，灵儿的婚事我允了，子嗣的事我们好生商量。夫人。客栈，宋家建立慈济园，收养了许多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将来危墙和宋离可以从中收养，你们看如何？凤家愿将如此重要的密事坦诚相告，足见你们对这门亲事的重视。令千金的遭遇非他所愿，我们做长辈的只有更加爱护了，所以请你们安心将女儿嫁进宋家。他现在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。受伤了。她和微强虽然是双生姐妹，性子却差别很大。而苏焕这个人，他厌蠢厌弱，对于那些拖他后腿的人毫不留情。他还记得当年他们遭到围攻，他只是跑得慢了些，就被苏焕剐了一眼。宋离，你那腿是死的吗？你应该不会对我家人动手了吧？还没到那一步。他还不知凤九言为了他和微强的婚事挑拨了宋夫人，差点害得宋父一夜大战9女。替嫁一事，我们夫妇2人绝对不会透露给旁人，但此事牵涉到皇家，为免节外生枝，我们希望大婚那日，微强不能从凤家出嫁，也不能以凤家女的身份出嫁。凤老爷，圣旨的。皇帝诏曰：有女微强，含章秀出，有柔明之姿。朕念其孤苦，心与孟将军相商，将其收为养女，赐孟姓。师娘，这是
还能是谁呀？有人等不及了。九言啊九言，你也有犯傻的时候啊，这不明摆着是给你的聘礼吗？送礼的人特意说了，是给未来的皇后娘娘。再过几日就到了3月之期，看来皇上是笃定你会嫁给他，给您和师傅添麻烦了。夫人，有人要见苏公子。属下颜六奉皇上之命给您送东西。旋即，男人拿出一只长形锦盒递给他，锦盒里躺着一只凤凰簪。夜深人静时，皇上，尹六回来了。参见皇上。看到凤凰簪的一瞬，萧玉眉头锁起。他没收吗？尹六点头，将那凤凰簪双手呈上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装他的锦盒不翼而飞。盒子呢？凤姑娘只要了盒子，属下也不知是何意，还说让皇上您自己想。萧玉眉头深锁，他再次送他凤凰簪，是在试探他心意。萧玉想到的结果无非2种，要么收下簪子，要么不收。如今却出现了他没料到的第3种情况，盒子收了，簪子没要，这是买椟还珠。逍遥居，半夜，微强，有件事我该告诉你。凤微强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，有惊讶，有兴奋，也有遗憾。阿姐带她嫁给皇上，又跟皇上和离了，她仿佛在听人说书。阿姐，你和离是不喜欢皇上吗？她如今找到喜欢的郎君，也希望阿姐能幸福。起初是不喜欢的。皇城宫内御花园，皇上去哪儿了？宣城此前发生过叛乱，军饷拨了，皇上不放心，亲自去宣城巡视，要确保军饷到了每一个士兵手里。此外，考察宣城新上任的官员作为，这些事娘娘不是都清楚吗？何故来问本王？我再问你一次，皇上他当真去宣城了吗？是。娘娘，请自重。容妃的视线冷下来。皇上，你在哪儿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失控感令他宛若被毒虫噬咬，比死还难受。宫军府有客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见过皇上。他没想到萧玉会来。免礼。3月之期已到，你该给朕一个答案了。孟将军皱了皱眉，皇上怎么又来北境了？就这么不信任他吗？皇上，关于宣城一乱，臣有拙见，仅仅是给士兵军饷，怕是行不通。为此，臣写了一篇策论，斗胆想与皇上细细说道。孟夫人是明眼人，看出皇上此行不为公事，偏偏自个儿那没眼力劲的夫君愣是要往前凑。夫君，军营那些新兵都安排妥当了吗？奈何孟渠没听出夫人的话外音，一心只想尽臣子本分。夫人，我这就去书房把我写的策论拿来。皇上，请随臣往这边走。萧玉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他看向凤九言，朝他使了几个眼色，似乎在说等他。孟渠一腔热忱，萧玉也不好泼他冷水。不知不觉，天色已近黄昏，两人终于谈完了。显着你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看不出皇上是为了九言来的，人家还没说上话，你就把人给拽走了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皇上不是来巡视军营的。你说呢？总之，你少说话，少缠着皇上。他俩不是和离了吗？烟阁内，这些日子你过得如何？平静无风雨。多谢你那道旨意，给了微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九言，朕想知道你的选择。凤九言回答他前，先递出了一张10指长的细竹筒，里面卷着纸。火龙的图纸，这次错不了。你想用这个偿还？朕不要。朕为你做那些事，没有想过要你回报。即便你不肯嫁给朕，也不必拿什么来换取自由。凤九言，你本就是自由的。我自出生起便被弃养，是师父师娘将我养大，所以嫁妆该我自己挣才是。但我这些年所得，全都用来买了逍遥居，其他的便是给微强的陪嫁，是以我手中不剩多少闲钱。你想说什么？年纪已下聘，礼尚往来，这机关图算是我的嫁妆。萧玉皱皱的眉心倏然展开，随即便是不可置信。嫁妆？她这是答应嫁给自己了？那又为何不收凤凰簪？赠簪不如代簪，您示好的法子着实不够聪明。长臂一揽，将凤九言紧紧拥入怀中。是，朕着实不够聪明，以后你慢慢教朕。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，就是200个，朕都答应。第一，娶了我，便不能再有别的女人。朕已遣3部分妃嫔，那些剩下的，你若不想见到他们，朕回去以后也将他们都……我并非此意，那些女子入宫，皆有万般不得已。我要的
是您的忠诚。当然，除了你，朕不会有别的女人。紧接着，凤九言又道：“第二件事，便是允我来去自由。”可以，朕不会拘着你，你随时可以出入宫，只是安全起见，需带足侍卫。并非此意，所谓来去自由，是指我若将来不愿再做这个皇后，请您放我出宫，莫强留。我既娶你，便是一生一世，还未开始，你便想着离开的是吗？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我是相信的。否则，他也不会答应与萧玉在一起。从前他想要的男人是能够相妻教子，为他洗手做羹汤，而现在他想要的是能与他并肩而战，能将后背交给彼此的男人。目前看来，萧玉值得他携手相伴。九重塔内，萧玉陪他出生入死，危难之际，萧玉还能镇定抉择，不求独活，理智的寻求共生之路。他也是个好皇帝，值得凤九言继续效忠。但是人心易变，既无法笃定将来的事，当为自己留好后路，进退皆可。你想离开，朕如何拦得住你？也罢，你实在坚持，朕回宫候你旨。但是，九言，朕希望我们能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朕答应你这2个条件，但你也要答应朕，将来莫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轻言离开，成吗？成。皇上，诚愿我们携手，将南齐治理得更加强盛，外敌不敢来犯。朕的皇后，朕更希望你能早些给朕生几个皇子。话落，他再度吻上她的唇，这一次强势不容阻挡地撬开障碍。情到浓时，朕的皇后，朕更希望你能早些给朕生几个皇子。话落，他再度吻上她的唇，这一次强势不容阻挡地撬开障碍。情到浓时，凤九言推开萧玉，质问他：“那个引流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？”萧玉现在可顾不及回答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。何时安排的？从我离开玉城，他便跟着了吗？但绝无监视你的意思。朕只是让他保护你，怕你遇上杨连硕。下回定要提前告知我。好。他那下颌线条分明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好似有团激火在烧，这会儿什么都能应他。朕现在可以继续了。大拇指摩挲着他唇瓣，意味明确，就是消想了许久，想要解解渴。凤九言没什么好扭捏的，可不等他说完，萧玉便犹如饿极了，直接扑来。晚膳时，萧逸坐于主位，孟将军听从夫人的劝告，话少了，察言观色的多了。他还真留意到皇上和九言之间的不对劲，尤其是皇上居然给九言夹菜。朕想迎娶凤九言为后，还请将军和夫人同意，将你们的女儿许配给朕。帝王娶妻无需求谁同意，却对他们以礼相待。皇上，您言重了，我们当不得。朕从心底敬重二位。你们为江湖教养出一位正义之士，为北境教养出一位屡立战功的将军，为南齐教养出一位贤后。哎呀，朽木难雕啊！这九言他本就天赋异禀，否则我与夫人就是再用心也难以雕琢呀。九言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是什么身份，只要你的初心不变，便是殊途同归。是，师娘的话，徒儿铭记于心。孟将军这会儿也有了要嫁女儿的实感，心中有几分酸涩。晚膳后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师父写的策论，朕越看越精神，难以入眠。随后想起，朕还有件事没做。他蓦地拿出那凤凰簪，不是让朕亲手为你戴上吗？您来迟了，明日吧。九言，你真不明白，簪发是借口，朕就是
想来见你。话落，他一个轻身将人压倒在床。您见到了？朕在得寸进尺，臣吗？他的视线炙热，均循着他的身子，好似光用眼神就已将他这身衣服扒下。凤九言直言不讳地问：“您这是食髓知味？”萧玉因他的直白一怔，旋即眉眼舒展到极致，散发愉悦气息。之后，萧玉在他唇上轻啄了2下，视线灼热滚烫，瞧着他那平静无波的眼眸，与他鼻尖相触，呼吸相缠，别有意味地问：“行吗？”他佩服段怀旭那样的君子，可他成为不了段怀旭，忍不了一点。已经开荤的狮子怎么能够忍受吃素，巴不得顿顿吃肉？凤九言蓦地勾住他脖子，清冷的眼中清晰地映着他。不行。萧玉的心啪嗒一落，真是无情啊。西厢房外，陈吉本以为自己会守一夜，却见皇上很快就出来了。半路他们碰见了孟将军。孟将军，可否与朕说说九言小时候的事？这孩子呀，从小就刚正，见不得别人欺凌弱小。这村里的孩童啊，都爱上树捉鸟，他就守在树边呢，把那些掏鸟窝的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正直没什么不好。好是好，他过了头就有些让人头疼了。他小时候啊，并不知晓我是退下来的武将。那天我的旧部门来做客，带了许多兵器。这丫头，她居然以为我私藏军械，要造反，一声不响地跑去衙门，把我给告了。孟渠到现在都记得，那天他和兄弟几个喝得正高兴时，一群官兵冲进来把他们给摁住。九言的丫头就站在门口，一脸严肃地看着。想想，真是好气又好笑。萧玉也发出了一阵低笑，一只手抵着额头，笑的眼中散落一抔星光。真是可惜，他没能从小就认识凤九言。但也正因为刚正不阿，他反倒很讨人喜欢。那些挨过他打的也都爱跟他玩，谁和谁有个争执，都让他去评断。也有男孩喜欢他吗？喜欢他的男娃娃不少，但是啊，那丫头不开窍，硬得像块石头。当年有个男娃娃也在我这儿学武，时不时地扯一下秋妍的头发，就想他多看看自己。结果呀，这丫头发起狠来，将他的头发薅下一大撮来。自那以后啊，那男娃娃呀再也没来过了。他既如此不开窍，又是如何喜欢上段怀旭的？哎，皇上啊，段怀旭已经是过去，您才是那孩子的现在和将来呀。依将军看，若段怀旭还活着，他会选谁？臣认为，依着九言的性子，若是他真的对段怀旭难忘旧情，便不会对别人动情。皇上，您已经胜了。孟渠的回答滴水不漏。翌日，萧玉一大早便和孟渠去了北大营。皇上，外面有位段公子求见。段正被领到一处帐篷内，那里面只有皇帝一人。要怎么样？怎样你才肯离开他？你们兄弟二人的性子真是天差地别。回答我，你如何能离开他？滚回你的皇宫！你该庆幸你有个好兄长。你敢动我吗？你信不信？你只要敢动我，他就会立马离开你。知道逍遥居吗？那是他为我哥买下的。他说过，将来他们夫妻还有我们一家3口一起在那里生活。萧玉的眼睑狠狠地跳了跳，想杀人。好在理智拽住了他。想逼朕对你动手，你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他在乎吗？他抽出短刀朝着萧玉攻去，胳膊还是被刀口划伤。蠢货！1个时辰后，段正跪在院子里。他突然跑到军营，还没说上几句就挥刀砍人。是我没有管教好段正。你放心，朕不与他计较，让他起来吧，没人让他跪着。萧玉那嘴角机不可察的上翘了一下。半个时辰后，凤九言来到院子里，冷冷地看着段正。知道错了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故意没躲开的。这狗皇帝还真是够卑鄙的，是他大意了，那一刀他不该刺向对方，应该刺自己。他故意的又如何？难道那伤是假的吗？持刀者必死于刀下。段正，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去军营逞凶？我就是想问问他，对你是不是真心的？他撒谎。陈吉就站在廊檐下，听着段正颠倒黑白，忍无可忍。凤姑娘，此人一进帐篷就要皇上离开您，还拿已经死去的段怀旭刺激皇上，皇上已经足够忍让，他竟然还动刀子。对，我就是不想你嫁给他。他哪里好了？哪里配得上你？
他后宫一大堆女人，和那光瑶子有何分别？我决定嫁给他，早已深思熟虑过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却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。别再任性妄为，否则我只怕容不下你。晚间，将军府，这是皇臣来的甄将军，想学习组建娘子军。真真的视线就落在凤九言身上。这位公子是好生俊俏的公子。真真不由得心一动。孟夫人一见真真这眼神变化，就察觉到什么。说多少回了，好好的姑娘家就应该穿女装，瞧，又让人误会了不是？真真一听这话，心啪嗒一下裂开了。女子？不碍事。这位姑娘可是孟小姐？我是孟将军的弟子，也是朕的皇后。皇后？他们还未成婚，甄将军不必多礼。九言，别光顾着自己吃，也给皇上夹菜。劳烦了，朕这胳膊确实抬不起来。晚膳后，真真回客栈休息了。你如今也该慢慢适应着穿女装了，免得招惹了旁人。师娘，我并未做什么。你没做什么，倒比那做了什么的更招人。何况你这张脸。您说的是。还有件事儿，九言，你既已做出决定，也该对皇上热心些。他的胳膊都伤了，你怎能还无动于衷呢？岂不是让人心寒呢？我明白了。师娘，我托您做的东西……那东西都给你备着了，你……算了，节制就好。在这儿等着，我拿来给你。夫人啊，我这些日子忙于军营里的事儿，冷落了你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啊？你是为了公事，我不会因此生气。那里面是什么？你打开过吗？你就是再生气，也不能这样对我呀！说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东西制作不易，夫人已经许久没做过了。他本以为夫人准备那物是想与他夫妻恩爱，结果打开一看，根本不是他的尺寸。难怪他嫌弃自己腰腹不够精壮，原是见过更好的了。是不是府里的那个长工？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他这会儿也不想去军营了，家都没了。夫君，你听我说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那是九言托我治的。西厢房，在想什么？漳州一别，我让伍佰送父亲母亲回皇城，方才收到伍佰来信，母亲要和离。你不愿他们和离？母亲怨恨父亲将危墙丢弃，此番是非和离不可的。我料到了，并不意外，也无从干涉。我只是想到，你想到自己，担心以后也会如此。我在想，这一切的根源，皆因我和危墙是双生。若是将来我们也生下了双生子，该当如何？你只管生，朕会护着他们。凤九言暂且没有钻牛角尖，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东西，交给他。送朕的礼物，算是吧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，然而下一瞬，他直接呆愣住。萧玉的脸色由黑转白，盒中之物，他在书上见过的，这是婢子之物，是男人所用，但是帝王不需要带此物。不想让妃嫔流肿，直接赐下一碗落子汤药即可。是以宫中从未有此准备，他未曾真正见过，更没想到凤九言会送他此物。这东西朕不喜欢。在我看来，婚前怀子，无名无分，与私生无异。萧玉忽而眉峰一脸，他的意思是，成婚前可以？早说啊！你说的对，今夜便试试此物。您的胳膊不碍事。他眼神含着一抹笑意，心情好，哪里还顾得上伤口？更何况本就是皮肉伤。床帐内，衣物稀疏掉落。萧玉本就是血气正盛的年纪，又是不久前才开了婚的，念得很。凤九言答应嫁给他那晚，他就想要他，但因着凤九言不同意，他只能生生忍着。他以前也以为自己能坐怀不乱，而今才知道他做不到。那些坐怀不乱的，抱着的肯定不是自己喜欢的女人。亲吻了好一会儿，他看着凤九言凌乱的领口，看着他逐渐迷离泛红的眼睛，只有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得真正靠近凤九言。为什么又愿意了？不是告诉过您吗？我看过医书，既然决定嫁给您，我总该为自己想想，而且我也有些失血之味。萧玉轻咬了口他的颈侧，他抬起凤九言的下巴，双眸充斥着一股子狠劲。放心，真想。说话间，他抓住凤九言一只手，吼又似的道：“
受不住，用力挣扎出呼吸的空间。下一瞬，萧玉便倒在他身上，重重地呼吸着，灼热滚烫的气息落在他耳畔、脸侧。他被烤得发了汗，偏过头，男人稍微撑起了一点身子，掰过他的下巴，青泥泛红的眸子深深地凝视着他那艳红欲滴的唇瓣，唇红衬得脸色格外白。萧玉视线上移，望着他眼中快要褪尽的热火，想要永远记得这一幕，记得他对自己动情的模样，记得他眼中只有他，血液里、身体里也只有他的模样。这比烟花灿烂，比星光璀璨，比太阳更耀眼，真美。每每这个时候，他就是要他的命，萧玉都能给。萧玉想，自己真是爱极了他，若是余生不能拥有他，他该有多么遗憾。他的手移到凤九颜身前，抚摸那块赤色烈焰形刺青。你这刺青可是为了交代仇恨，何时说得上？他追问，连血痕膏都消不去，想必他当时一定伤得很重。他这会有些累，没有过多回应。不重要。累吗？他拨开凤九颜鬓边碎发，眼中蕴含着一抹心疼。他好像太过火了。尚可。那奉陪到底。有件事忘了告诉您，那我只让师娘织了10个。他与寻常鱼鳔所织的去除鱼鳔原有的腥味，又增强了穿戴力，最重要的是比寻常薄很多，这并非1天2天能做成的。闻言，萧玉身躯一震，只有10个，还是孟夫人给做的，那就是说有市无价。刚见到此物时，他很抵触，用过后便觉甚好。能让师娘再织一些吗？不行，只有10个。这是他要求的，不能毫无节制。萧玉这才意识到，他不是无度的给他。他一下怔住了，情绪格外复杂。这女人怎么就这么坏？如此对他，比不给他碰还要折磨人。用一次就少一次，谁受得了？凤九颜，你……萧玉无奈至极，惩罚性的咬了下他耳垂。你怎么不干脆要了朕的命？话落，那一回。事后，今夜他已经用掉了2个了。他起身拿过那木盒，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。不是10个吗？怎么只剩下7个了？随后，凤九颜想起此前师父师娘的争执，恍然大悟，应该是被人误拆了一只，无妨。这还无妨？凤九颜，你存心折磨我？原本就少，还被误拆了。孟渠并不知道自己多拆一手对萧玉造成多大损害，他这会儿只担心凤九颜，这孩子还未出嫁，怎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？次日，萧玉没有去军营，而是随着凤九颜去了逍遥居。民女参见皇上。叶家人无需多礼。瞧你脸色不大好，今日的药按时喝了吗？喝了的，阿姐。萧玉头一回见姐妹俩相处，很意外。眼下对着亲妹妹，她倒展现出了温柔的一面，就连语调都比平日里体贴。一时间，萧玉都有些羡慕凤微强。皇上，多谢您下旨，给民女一个身份。你，他本想说凤微强从前的痛苦经历，他也有错，哪怕他颁布罪己诏，也无法弥补他这养虎有罪的过错。但是想到凤九颜来之前提醒过他，凤微强已经不记得那段经历。你只需知道，朕做这些理所应当，都是你配得的。皇上，微强体弱，可否让我扶他回房歇息？不必勉强自己。阿姐，我胆子太小了，一想到他阴晴不定，杀过许多人，我就哆嗦。不见就不见，这不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可你定好要一起用武山的。无妨，你的身体最重要。回将军府的马车上，他变成这样，朕亦有责任。明知小错误，有心弥补便足够了。乔墨和林燕儿才是害人者，其他人不必强行将罪责往身上揽，否则只会钻牛角尖，出不来。如此追根溯源，反倒不知道该恨谁。
并且何尝不是在为乔墨和灵燕儿开脱呢？陈吉，去买些栗子糕来。是。您喜欢吃栗子糕？15岁那年，朕出宫游历，有人送了朕一块栗子糕，味道甚好。朕从前也吃过栗子糕，却没有尝过那样特别的。女子送的？旋即，萧玉怕他误会什么，又道：“才10岁大点，骑着矮脚马，背着把木剑，很是滑稽。”凤九言眉头微拧，好似想起了什么。没骗你，真就是个小丫头，干干瘦瘦的，脸上落着灰，也不晓得是从哪儿逃难的。很滑稽是吗？萧玉递了一块给凤九言，多谢，但我不爱吃这东西。我办点私事，您先回。将军府午膳时，孟夫人端出刚出炉的栗子糕。唉，可惜九言不在。九言他现在还喜欢吃栗子糕？是的，这孩子别的不贪，就贪这一口。萧玉这就困惑不解了，他既然一直都爱吃，先前在马车上为何骗他说不爱吃？莫非凤九言还在误会他？他不是都解释清楚，当年遇到的只是个10岁的丫头吗？他还有什么可误解的？午后去金营前，萧玉顺道先去了趟凤九言吃饭的酒楼。皇上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街市上偶然碰见，便邀他。偶然？你不是该去军营吗？回皇上，我遇见凤姑娘，和她说起娘子军的事情，她有些真知灼见，我受益匪浅。出去。是皇上。我见他真心想建立娘子军，这才与他多说了些。若只是正事，朕绝无二话。但你该看得出，真对你有些喜欢。您多虑了，他已知晓我是女子。凤九言，你有没有心的？谁说女子不能喜欢女子？朕早就觉得那真大有问题，否则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何不成婚？这正常吗？凤九言心想，他这说的什么话？您找我做甚？孟夫人今日刚做了栗子糕，拿给你吃的。我不爱吃。你还想骗我？你师父师娘都说了，你从小到大就喜欢吃这栗子糕。朕知道你为何骗朕，你是在介意朕说的那件事，心中吃味，对吗？朕记到现在只是一块栗子糕，与那给栗子糕的人毫无关系。你不知道那丫头野得很，像只黑瘦的猴子，哪里比得上你？您不必为了夸我贬低其他人。别说她当年只有10岁，就是与朕相当的年纪，朕也不可能对她生出什么念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萧玉看到他露出笑容，总算安心。旋即，他直接将凤九言抱到自己腿上，抬起他下巴，薄唇敷了上去。堂堂苏副盟主，原来是只馋猫啊！早说你爱吃，马车上就让你吃个够了。皇上应该去军营了。私下里不必如此生分。今晚我会早些回来。